珍珠，可风，你怎么在这里啊？啊，是副总让我来送资料。梅子阿姨，我们坐那边吧。我可风，哎，珍珠，老板，副总，琳琳，你什么意思啊？没有啊，阿姨最近跟我讲起啊，她跟你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所以呢，今天我就给你们母子俩安排一次特别的聚餐。你哟，怪不得一路上我问你去哪里吃，你还保密啊！给我们惊喜呀！珍珠啊，不好意思啊，刚刚我朋友打电话来说他没空了。啊，没关系，那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哎，你大老远跑过来，我怎么可以让你白走一趟啊？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啊！如果他有事，就让他先走吧。算了算了算了，路程这么远，珍珠啊，吃完了再走吧。对啊，可风，你怎么了？给阿姨省钱啊？还是你有什么顾忌啊？那会有什么顾忌呀？珍珠、可风都认识的呀。好了好了，别都站着，快点坐下来，我很饿很饿。坐啊。珍珠，听亚明老师说，最近你设计了一款男士的服装，非常不错。我还没看完呢，我会继续看的。而且他还说你在年轻这一辈设计助理当中，你进步的是最快的一个。没有，大家都挺优秀的。你这么努力，肯定是为了孩子吧？这个我能够体会到。你知道吗？当初我为了养可风，我真的几乎没日没夜的拼命的工作，就是为了要养他。所以你现在的情况，我完全能够理解。千万记得要坚持，你坚持下去，你前面就是海阔天空。加油！谢谢老板，我一定会努力的。珍珠啊，要是志伟知道你现在的成就，他一定会很开心的。志伟，谁是志伟啊？就是珍珠的老公啊。你认识他吗？我不认识，我怎么会认识啊？我都是听别人说的。听说啊，志伟他一表人才，之前啊还在大公司工作呢。很有眼光哦。就是啊，我还听说啊，珍珠以前在路边的小裁缝店工作的时候，志伟还为了她放弃了去伦敦的机会呢。珍珠，是不是啊？所以我相信你们夫妻感情一定很好。琳琳，你说这些干什么？什么啊？不就讲讲珍珠的感情史吗？让你很不自在吗？阿姨啊，你不是一向都很想知道圣诞树是谁吗？对呀，非常想知道。那要不您用可风的电话打给圣诞树，您就知道了。哦，哎对，哎，紧张个什么呀？我等了很久，我真的很想知道圣诞树到底是谁。哎呦，圣诞树，圣诞树，哎，找到了，圣诞树。珍珠，你好像有朋友找你，干嘛不接电话？你就是
圣诞树。对不起，老爸。你就是把我儿子弄得神魂颠倒的那棵圣诞树吗？老爸，我妈，你误会了，是我主动要追求珍珠的。你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医生，你怎么会看上这个小裁缝？你是一个清清白白、没有结过婚的男人，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带着拖油瓶回来的寡妇呢？妈，你不是说过，我喜欢你就会喜欢吗？你为什么会认识他之后，你变得这么有心机？啊？对不起，我先走了。珍珠，你不要走。妈，我没有耍心机，我是想让你知道我是认真的。我要跟珍珠结婚。你说什么？你要跟他结婚？张可风，你疯了是不是？他到底哪里好啊？妈，对不起，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情况，介绍我爱的人给你认识。没错，珍珠就是圣诞树，就是我爱的人。别说了，也是我要结婚的对象。康莲莲，你一定以为你安排的这一切可以拆散我跟珍珠吧？很抱歉，你的精心策划又落空了。因为你们的反对，我反而更加坚定我对珍珠的感情。我也更明白，你竟然是这样会用心机的女人。还好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可风，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大一个惊喜。圣诞树。妈，不要再说了！你们两个戏演够了吗？演得很过瘾是吧？我告诉你，明天我去公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珍珠给开除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啊？我怎么不可以啊？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领我的薪水，每天装的弱不禁风，博同情啊！我还真给他骗了。我一直在想，怎么样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让他能够成为正式的设计师。没想到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勾引我的儿子。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背叛我的人。妈，我说过了，是我主动追求他的，我追了他好久，我终于他接受了我。她是我从出生到现在唯一一个心动想爱的女人。好啊，就算是这样好了，珍珠她也不应该接受啊。她不想想，以她的身份地位，她能够高攀我们家吗？妈，你当初不也一样吗？你跟爸还不是结婚了？
要以为爸后来有了外遇离开了你，你就觉得全世界都会背叛你，好不好？你这种心态是不对的嘛。你怎么知道的？我听说他在广州开了一个小诊所，我去找过他。我怕你生气，所以我就没有跟你说过。你明明知道，这是我这辈子最痛、最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而你可以为了一个小小打工的，在你妈妈面前活生生的给挖出来这个疮疤。你真的可以为了一个像珍珠这样一个普普通通一个女孩子，而不顾一切的，就这样子来伤害你妈妈，伤害一个从小靠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你带大的妈妈，啊？孩子，你太狠了吧？值得吗？你的所作所为，真正让我感觉到，我真的后悔把你生下来。张可风。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带着拖油瓶回来的寡妇呢？奶奶，哎呦，宝贝儿来了！家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叔叔发工资了，带他老婆孩子一块儿出去吃饭去了。那你怎么不去啊？哎呦，你婶婶一天黏在你叔叔身上，我看着都恶心。我跟他们出去吃饭，一准没胃口。还好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小笼包。你看看我多亏没去吧，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儿啊？怎么样？手术以后身体还好吧？没什么不舒服的？都挺好的，我公公婆婆都可照顾我了，什么都不让我干，怕我累着。亲家人真好啊。那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跟奶奶说说？也没有。奶奶，其实我想问问你，说这人的感情是不是特别不牢靠啊？因为这段时间我突然发现，我好像很久都没有想起志伟了。哎呀，我觉得自己真的很糟糕。我是志伟的老婆，我怎么可以把他忘了呢？奶奶懂你，
我懂，我也有过跟你相同的感觉，那就是你爸爸死了多少年以后啊，突然有一天，我觉着我怎么好像对你爸爸的那个死啊，不那么难过了。哎呦，我好责备我自己呀！我怎么能把自己的儿子给忘了呢？你说说。完了，我就把你爸爸的照片还有他写给我的那些信啊，通通的拿出来看。谁知道呀，更难过。这个时候啊，我才悟出了一个道理：这个人活着呀，就像拖了台板车往前走。过去那些事儿啊，就像一箱一箱的货往上堆，你不把它放下来，那就会不停地往上堆，一直堆的你呀，没办法往前走，堆的你拖垮了你。你说，就算儿子死了，那咱们活着的人，不是还要吃饭，还要工作吗？这就是人啊。你公公婆婆他们对你好，那是因为你是个值得爱的孩子，是他们家真正的一份子，是不是？奶奶，其实这些我都知道，可就是因为这样，我在继续前行的同时，忽略了他们，我就觉得可对不起他们了。那你就加倍的对他们好呗。我一定会加倍对他们好的。哎，奶奶，快尝尝，要不凉了。是，咱们俩吃。光耀，嗯，我跟珍珠说了半天了，那怎么对高然一点回应都没有啊？是不是俩孩子之间有什么问题啊？这种事啊，急不得。再说了，急也没用。可是我平时看他们俩之间感情还挺好的。我跟你说，高然，爸妈，我去朋友家住一阵子。为什么？珍珠不走就我走，总有一个人要先走，省得这家乌烟瘴气的。没这么严重，你们俩就是不成，那还是一家人嘛。对呀，那你们去问一下，那家伙愿意当我们家人吗？高然，你。珍珠啊，珍珠，早点休息啊。休息会儿，我跟你说。你干嘛不让我问呀？珍珠，老板，你为什么还有脸在这里工作呢？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廉耻啊？啊！我再也不想看到你这张脸，你给我出去！老板，你是没有听清楚老板说的话吗？你还不赶快收拾离开？其他人看什么看？15分钟后开会。老板，你为什么还有脸再进公司啊？啊！老板，我回到公司的这段时间，没有迟到，没有早退，工作也一直很认真尽力。几次考核，还有外面参加的比赛，也有了一定的成绩。每天我不仅提前完成工作，还会帮其他的同志做一些。我觉得我没有被开除的理由，您不能就这样开除我，是吗？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你以为你是个人物了吗？像你这样子的员工，今天我开除100个，明天就有1000个来应聘，你相不相信啊？你威胁不了我的，请你离开。老板。
这份工作对我真的很重要。您不可以因为私人的原因就这样开除我。就是因为你是有目的的进公司，所以我才有权利开除你。张总，我听说珍珠在这里，我来找她的。哎，马上要开内部会议了，跟我走。不必了，他已经被开除了。张总，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公司随意开除员工，是不是太草率了？你也帮着他说话呀？你真的很有本事呀！来公司短短的时间，你就可以把我的公司搞得是天翻地覆，你可以把可风迷得晕头转向的。现在，你把亚明也迷得还帮你说话，你太了不起了！你告诉我，你还想要什么东西呀？老板，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想留在公司好好的工作。求求你了，可不可以不要开除我？珍珠，你真的那么想要留下来吗？好啊，没问题啊，那你继续留下来工作吧。张总，我们不会因为私人的原因而开除员工，对吗？哎，你们不是要开会吗？继续啊。我真的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呀！他是勾搭可风的人，你居然不让我开导他！我知道阿姨您对他有多讨厌，但是我对他的讨厌只比您更深。可是赶走了他，又有什么作用呢？可是你知道吗？我现在看他，我简直要爆炸了！我不可以让他继续在这里，我会疯了，你知道吗？阿姨，您一定要想清楚，您开除了他，只会让他肆无忌惮地跟可风交往，纠缠得更紧。所以，我们要把他留在公司，才可以对他的行为有个约束。但是玲玲，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他继续在我的眼皮底下逍遥，会要我的命，你知道吗？阿姨，您放心好了，我会让他很后悔，后悔到想要辞职。你会怎么做呢？我要让他回归到打杂丫头的本质，认清楚自己的位置。三弟，一会儿本送你先车啊。谁弄得那么乱啊？有没有人收拾一下？我来。珍珠，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你已经被开除了。Nancy 姐，我来帮你，很快的。张总的话你听不懂吗？麻烦你让开。Nancy 姐，您空座，有什么事儿您可以叫我，我就在旁边。认这干嘛呢？去忙你的吧。
喂，风。为什么又不接我电话？你知不知道我给你打了多少次啊？是不是我妈妈又在公司为难你啊？你不要理她，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处理的。你也知道我最近医院的工作比较忙，没有办法天天来找你，所以可不可以拜托你，我打电话的时候你一定要接，不要让我担心，可以吗？你知道我为什么坐车的时候不敢坐在前面？是因为我丈夫。他出车祸的时候，就是坐在前面。那时候我们刚结婚，一起出国度蜜月。可有一天，病了发高烧，酒店里又没有药，就一个人跑出去给他买药。回来却怎么也找不到回酒店的路，他发着高烧，跑出来找我，是因为我他才上了那部车。直到他在医院抢救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对我流了眼泪。他说：“珍珠，你别怕，我马上就会找到你的，马上就会找到你的，我一定会保护你的，一定会保护你的。用尽我所有的力气，永远让你幸福。相信我。”是我害死了一个最爱我的人，是我毁了一个美好幸福的家。那是一个意外，不是你的错啊，你也是受害者，你是无辜的。我已经错过一次，我绝对不能再错第二次。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啊？你是不是想说，就因为我妈妈她不同意，所以我们就要分开？你相信我，我妈她总有一天，她总有一天会接受我们的。如果她不接受，我就带你走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比起我来说，妈妈才是最重要的。我也是一个妈妈，我知道作为一个母亲有多么想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你绝对不能再说离开他的话，他知道了一定会伤心死的。那怎么办？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就要分开，就要放弃？还是其实你有别的顾虑？张可风，我们不可以这么自私，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幸福，让所有人都不开心，但我们还幸福。我会把我们的这段感情当做一段美好的回忆。
心里。可能开始我会不习惯，但是我想我会慢慢适应。你能适应，你就是会逞强。没有我，你能快乐吗？人生有那么多身不由己，陈南硕，我们还是会选择彼此珍惜。明天的明天，说好不离不弃。明天我不会和自己赌气。生活有那么多悲喜来去，该有的幸福紧紧抓在手里。明天不是一个开始，是继续。明天不是一个开始，是继续。那么巧，干嘛那么着急走啊？是你见得我心绪想跑吗？不坐下来喝一杯吗？你不是觉得自己什么东西都能得到吗？你应该知道，珍珠是我们黄家的媳妇，是我们家人，她是不会跟你走的。她丈夫都死那么久了，还是你们家的媳妇。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珍珠到底需要什么东西？还是你们想把她拴在你们家一辈子？珍珠需要什么，她自己会选择。而且珍珠和我们家不是一点关系。珍珠是我们家人，不是一般的家人，是很重要的家人。亲情你懂不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钱、社会地位高，什么事情都容易解决，什么东西都容易得到，是不是啊？我也有家人，我也懂亲情。我有钱，我社会地位高，那是我努力得来的。珍珠会爱上我，也是因为我对她真心诚意、锲而不舍的追求。不像某些人，明明就已经输了还不承认，只会找借口。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我原本以为遇到你是棋逢对手，没想到你只是一个会说大话的人。有事没事就把公公婆婆搬出来，就把珍珠是你们家媳妇的事搬出来。你自己有没有勇气去面对珍珠？你可不可以不要像一只乌龟躲在壳里面？很可笑，你知道吗？你到底想怎样？你不会是又想打我了吧？也对，你就是那种只会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人。好吧，今天居然遇到你了，
我就让你打个勾。来吧。也许你说对了，我就是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你果然只会用暴力解决事情。不过今天好像没什么力呀，是不是没吃饱啊？我劝你今天打个勾，不然以后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我想你还不懂什么叫做喜欢。喜欢一个人是要为对方着想，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抛给对方。这样做你对我公平吗？说到底，你就是不喜欢我。是你不能喜欢我。我是高然。大家都很担心你，尤其是珍珠，脸色从来没好过。爸跟妈虽然嘴上没说，但谁都看得出来，他们对珍珠的态度最近都有些不太好。小蜜蜂啊，小蜜蜂，哎呀，你怎么了你？你怎么又受伤了啊？你看你紫一块青一块的，哎呀，这回可不是摔跤了吧？哈，跟人家打架了是不是？妈，你是真的关心我吗？还是你关心我跟珍珠有没有在一起？如果是这样，我恭喜你达成目的了。珍珠要跟我分手了。
这点伤算什么？你儿子真正受伤的地方在这里，在这里！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你不让我跟珍珠在一起啊？是因为他给你打工吗？还是因为他是寡妇又带小孩？你不也是这样吗？你自己也说，他跟你年轻的时候很像。就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知道社会是用什么异样的眼光看我，同样的，社会也会用这种异样的眼光看珍珠。我不愿意我的儿子承受这种压力，你知道吗？我不在乎这些嘛，我在乎的是珍珠是我爱的人，我在乎珍珠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可以让我完全卸下心理负担的人。我出生在单亲家庭，从小就被人家笑。我为了要证明自己比所有人都优秀，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要努力，要出人头地，要在这些人面前争一口气。你知不知道我很辛苦啊？只有珍珠，她可以让我开心，让我开怀大笑，让我这个一直假装坚强的人可以找到一个休息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珍珠，我真的很想跟她在一起。为什么就只是珍珠呢？其实孩子，你知道吗？如果说是你愿意的话，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女孩子会同样给你有这样子的感觉的。好，我们抛开别的不说，我们就说珍珠，她是一个寡妇，而且她的家庭背景也这么的复杂，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复杂的不是珍珠吗？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啊。况且他也不是没有父母啊，他有妈妈的，他的亲生母亲就是院长夫人。这点伤算什么？你儿子真正受伤的地方在这里，在这里。结婚几年了？6年多了。孩子多大？5岁。儿子还是女儿？儿子。为了一个珍珠，你都会不惜一切来伤害从小一个人把你辛辛苦苦带大的母亲，值得吗？副总已经知道我们的事儿了，他还警告我，让我跟你不许再有联络。你打算离开斯万？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可就是因为这样，我又知道自己做不到，所以我只能离开。我不会辜负你的。他的亲生母亲就是院长夫人。美慈，哎，你找谁呀？你好，你应该就是珍珠的婶婶吧？是，你是？我是。哎呦喂，怎么是你呀？天底下最帅的医生。奶奶你好。你好，你好，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在这儿啊？你来我们家做什么呀？奶奶，我今天过来，
是有件事想跟你们说。哦，好好好，那请进，请进，请进。谢谢。来，里边请，里边请。走走走走走。咖啡。你怎么了？没事吧？美慈，到底怎么了？美慈，我希望你好，管好你的女儿。琳琳怎么了？我说的是你，是那个珍珠。先喝水吧，喝水。谢谢。帅医生啊，你有什么事儿说吧。奶奶，婶婶，我叫张可风，我的工作是一个外科医生。我今天过来是要跟你们说，我爱珍珠，珍珠也爱我。我们想要结婚，希望奶奶跟婶婶可以支持我们。你先坐下啊，先坐下，先坐下。你看啊，这个我知道你是医生啊，可你把我搞糊涂了。你说你喜欢我们珍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没有听珍珠说过呢？啊，你看啊，我们还不了解你，怎么一上来就说结婚了？我知道，第一次来拜访就说这样的事情，确实很突然。可是奶奶，我是真的一直都喜欢珍珠的。只是之前我们的事发展的一直不是很顺利，但是最近我们又开始约会了，而且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所以哎，你是谁啊？干什么？我想起来了。前一段时间，你一直在我们家门口来来回回的晃动，我当时还以为你是一个小偷呢。现在想起来，当时你一定是没追上珍珠，所以不敢进我们家门来，对不对啊？还有这回事儿啊？那你说，你老早就喜欢我们珍珠了？那你们家兄弟姐妹几个？你排行老几啊？我是我们家独生子。那你爸妈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爸爸也是医生，我妈妈是珍珠公司的老板。哦，你看看，难怪你这么优秀啊！人家爸妈就不是一般人啊。其实我爸妈早就离婚了，而且我是在我爸妈离婚之后才出生的。我爸并不知道有我的存在，都是我妈一手把我带大的。你妈妈后来又结婚了？没有，她把所有的时间跟精力都放在我身上，还有公司上面。哎呦，那可是个女强人啊！她一定吃了不少的苦，很辛苦哎。我妈确实很辛苦，如果没有她，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也正是因为我父母的婚姻破裂，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想要结婚的念头。一直到我遇到了珍珠，是她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想法。珍珠是我唯一想要娶的女人。这个玲玲也真是的，明明知道可风跟珍珠他们已经在交往了，
他却不早点告诉我，全世界人都知道了耶，就剩下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头，你知道吗？算了，这些都不说了。好，我们现在就说眼前好了。我希望你能够劝一劝珍珠，让她赶紧的离开我们家可风。再这样下去，她真的会拖累可风的。他们的身份地位、经历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不可能让他们在一起的。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如果珍珠在我身边，她不会是这个样子的，都是我害了她。你现在说这些，能够改变事实吗？过去发生的事情，它已经发生，它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我相信，你是一个明理的人，你应该很清楚，以珍珠的条件，她根本是配不上我们家可风的。每次都是因为我当年丢下了珍珠，她才会这么年纪轻轻的结婚，才会发生这样的事。你不要因为珍珠条件差，你就阻止她跟可风交往。珍珠绝对是个好女孩。我相信她是一个好女孩，但是我们明明知道他们的结合是一个悲剧，我绝对不会让这个悲剧发生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呀，我们珍珠一直觉得志伟的死是她的过错，所以才不肯离开婆家，而且还要跟你分手，对吧？我知道珍珠拒绝我一定是口是心非，这不是我自作多情。奶奶，我跟你发誓，珍珠她一定还是爱着我的。奶奶，婶婶，你们相信缘分吗？当年珍珠的丈夫出事的时候，就是我抢救的。经过这么多年转来转去，我们又相遇了。在他生命中每个最重要的时刻，我都陪他一起度过。我理解他，我心疼他，我愿意接受这样的他。我真的不想就这样失去珍珠。奶奶，拜托你，帮帮我，我该怎么做？我到底要怎么做，我才能让珍珠回心转意？我的孩子，我们珍珠啊，的确跟你的条件差得太远了，你们不可能在一起的。再说了，我也不愿意珍珠再经历一次这种门不当户不对、这种不合适的婚姻。奶奶，我理解你的担心，可是当初珍珠跟志伟条件也不一样啊，他们面对压力，不也在一起了吗？而且过得很幸福啊。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是珍珠告诉你的呀？我跟珍珠之间没有秘密，她跟我说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我知道，当初志伟的家人也很反对，就跟我现在的局面一样。我还知道，志伟也是这样子上门来找奶奶坦白自己的心意，希望奶奶可以支持他，祝福他。其实我现在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情来请求奶奶，希望奶奶也能够允许珍珠嫁给我。
风跟珍珠他们背景的差异，也就是我跟可风他爸爸的翻版。而我所做的一切付出和牺牲，我相信你也都看到了。虽然我有了事业，可是我失去了家庭的幸福。表面上看起来风风光光的，但可是回到家里头，都是冷冷清清的。而可风，他冷冰冰的个性，也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我记得小的时候，所有的小朋友都在叫爸爸、爸爸、爸爸什么、爸爸什么的，而爸爸这两个字，对可风而言是一个奢求。他从出生到现在，爸爸这两个字从来都没有叫过。小的时候，他还会问我说：“我的爸爸呢？”但是后来慢慢长大了，一直到现在，他也懂事了，他也明白了，这样子的幸福在他身上，这一辈子是不会再有的，所以他也就不再问我了。但是这样子的伤疤创痛，不断的在刺痛着可风，刺痛着我。而我明明看到这样子的夙愿即将降临在可风的身上，我能够袖手旁观不管吗？我能够再让这样子历史的悲剧，让孩子再去撞得头破血流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可风的爸爸他也是个医生，而我当年从乡下跑到城市来的一个黄毛丫头，什么都不懂，就凭了一股子的冲劲，也很幸运的考进了设计学院，就以为凭着有爱、很努力就可以克服一切。但我告诉你，那都是自欺欺人的。身份地位的悬殊，它就是最大的问题。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医院里头，所有上司和上司太太们，所有社交上的语言我根本听不懂，但是我又好强，我就硬着头皮去回答。但是得来什么呢？得来就是被人家取笑，还有甚至于在医院里头。所有的护士在背后闲言闲语多得不得了，甚至于说，可风的爸爸没有办法升迁我，就是他最大的绊脚石。你想想看，一个男人刚开始听他会无所谓，不放在心上，但是日子一久，他也受不了啊。于是乎，我们俩的感情开始决裂了。在还没有等到可风他出生，我们就离婚了。时代不一样了，可风和珍珠会不一样的，是吗？我知道你一直很热衷慈善团体的活动，但是你知道吗？所有去参加慈善团体的大都是名流、富商、名媛。你的团队里面有没有任何一个打扫、清洁、煮饭的工人呢？并不是我自私，而是我让你知道，结婚必须要门当户对才是对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可风跟珍珠他们是不会幸福的，我们必须要阻止他们。我们朋友好姐妹做了这么多年，我恳求你，劝一劝珍珠。让他离开我的公司。美慈，看在我们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我只希望你给珍珠一个争取幸福的机会。
不知道你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你也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但是就眼前的结果来看，如果让你能够回到过去，你会再愿意嫁给珍珠的父亲吗？我先走了。美慈，我们都活到今天了，自己以前经历过的不幸，不可以再让孩子们经历过一次。现在，他们是爱情冲昏了头，他们是盲目的，但是我们做母亲的，不可以不负责任。我们必须当机立断，终止这段感情。小白，你这是在干嘛？小白姐，你在干嘛？康总说了，这儿已经没有你的办公桌了。我呢，只是过来负责清理一下。小白姐，我自己会整理的。康总昨天已经给了你1天时间了，是你不好好整理的，所以只能我来了。你别太欺负人！哎，喂，在干嘛呢？康总，我好心好意的帮珍珠清理她的东西，她不感谢我就算了，竟然还想动手打人。我没有。珍珠，你是要把公司变成垃圾场吗？昨天张总说要开除你，是我把你留下来，你到底还想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你不要再解释了，赶紧把你的垃圾收拾一下吧。那你就自己来吧。这是给你上服装学院进修的学费，你可以辞职了，去干你自己喜欢的事儿。为什么？是我，当初不是因为我的软弱，今天也不会害你被人看不起。我已经知道，美慈反对你跟可风的事。过去，妈妈没有照顾你。但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成为配得上可风的人。原来雷你也看不起我，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么做，只是希望让你跟可风的距离再近一些。我不需要，你拿回去吧。求你。不要再这样拒绝了，我已经给你造成太多的不幸。如果现在我不能为你的幸福做点什么的话，我真不知道这样继续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你别这么说，我现在已经感到很幸福了，有爱我的家人，有小琪。而且我还有一技之长，我想只要坚持下去，我很快就可以成为一名设计师了。这是我一直都想实现的梦想。一路走到现在，我真的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我还不能辞职。老板的心情，我真的可以理解。虽然这么说有点厚脸皮，但是我一定要留在斯万，留在设计部，留在这里继续学习。这样再待下去，你不觉得辛苦，不觉得委屈吗？我可以忍，
只要有坚定的信念，我相信这一切很快都会过去的。珍珠，你真是太坚强了。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坚强，是因为我曾经是个被抛弃的人，所以有些时候我知道自己非要咬牙坚持住不可。就像志伟刚走，我被公公婆婆赶出来的时候，那时全家人都在怪我，可是后来我突然明白当年离开的心情，那一瞬间的决定。不过我相信你一直都在后悔当年所做的那个决定。谢谢。